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动画已经陷入了一个不可能三角？一部动画端出来的时候，不可能同时拥有震撼人心的剧情、顶尖的画面制作，同时还火。你看啊，火的动画制作还好的，剧情一言难尽。之前爆火的《我推的孩子》，在原作不断突破观众承受范围的情况下，动画的制作反而还越来越好了。包括《辉夜大小姐》也是，赤坂明连续2回拿到了这种几乎是顶尖的动画制作资源，加上本身 Aniplex 营销水平就高的离谱。明知道结局要给观众端上一份大的，偏偏动画倒是越做越精致了，真的令人匪夷所思。你再看最近的新番《尖帽子魔法工坊》，我问你，这个动画的画面猛不猛？是不是透露了一股强者的气息？那我再问你，这个动画在剧情上看着困不困？甚至在情绪流上都没办法打平福利脸。这个季度的动画中更是有着凯尔西这样的神人动画，但偏偏这样的神人动画它的制作却强得夸张。你就看这个第1集的运镜，我说一句经费在燃烧，大伙儿有感觉吗？当然这个动画确实看着挺乐的，但没有这么做他看着也乐啊。更别说我们在这个季度还会看到世界在起舞这种第2集突然给大伙糊一脸的诡异剧情，也是制作好的飞起，但剧情这方面真就是路易16梳头摸不着头呢。再说你千鹤姐，虽然动画一眼制作成本不高吧，但它能出到第5季，而且说是说看着成本不高，没啥炫技的镜头，也有点 PPT 演出的意思。可你见过《租借女友》这动画出现过画面崩坏吗？没有吧。这一遍遍的修正那也是钱啊，也是工期啊。你往前推几年，我的动画或许还有某一段情节挺感人的，制作也超水平发挥，同时还满足这些的，我脑子里好像只有19年的鬼灭之刃蜘蛛山的时候，还有福利连让岁月和情绪缓缓流淌的时候。你真说这些剧情震撼了吧，说实话也一般，但哪怕是这些都已经是好几年前的动画了。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动画里，那些真的需要好制作的反而没有好制作。之前播出的碧蓝之海第2季就是这种情况。当然我不是说碧蓝之海需要特别好的制作水平，但这回的第2季在播的时候，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个第2季就是到了能动就行的程度，画面上穷到一种不搞笑的地步了。你说素琴当年穷得很好笑，那也是建立在有张数来支持你表情崩坏的前提下的。碧蓝之海就是让人感觉穷得很无聊。还有被人诟病了一辈子的《一拳超人》第3季，第1季的质量可以说是人脉局不可能复刻，让大伙儿原谅了第2集的质量，但到了第3季怎么更烂了？这个时候工期人员啥的全都爆出来，监督人都麻了。你说《一拳超人》他不配一个千鹤姐差不多的制作水平吗？这个要求不高吧，但就连这个都没有。当然了，每次聊这种话题的时候就不可能绕开蓝色时期。蓝色时期的原作有多强呢？我这么跟你说，他把画画的故事做到了能让读者燃起学画画的冲动，但这个动画的质量嘛，差到了有人用它造了个短语，用来形容动画画做得很垃圾。你动画画像蓝色时期，这个动画里可是有着剧情里在讲透视，结果自己画面透视出错的诡异情况。我能理解很多平庸之作给一个好的制作，确实更容易让大众接受，尺度方面也更好去营销。我也不是说奢求每一部动画都能做得神中神，那毕竟是要花钱的，但我真心希望好的原作能够被好好对待。你对这种情况是怎么想的呢？在评论区说说吧。我是凯基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